这个机器大家觉得我收多少钱合适？捅了 L3的老窝了啊！这不又来一台 L3，看一下啊，它什么问题？一眼看过去，这个字写的真的很抽象啊。方老师您好，本人是搞电脑维修的，你半个同行，我们不是半个啊，我们是全部同行。我以前也修电脑的，借朋友的 L3去玩，不小心炸机了，本来还能开机的，拆完后检查后无法开机，就帮我修到能开机就行了，其他地方我自己能搞定。经常看你的视频，学到了很多东西，感谢。大概就是这个情况。发过来之前呢，有给我打过电话啊，他说里面没动过，本来炸机下来之后呢，还能开机的，没有问题。他想拆开检查一下哪里坏，结果检查的过程当中就发现不能开机了，拆开检查一下，看到底什么问题。这个机壁断掉了啊，不管它，先弄一边。先上个电，看一下啊，这个不会跟上次一样通电就冒烟吧？开机没有任何反应了啊，开了跟没开一样的，电池插到位了啊。就跟他说的一样，开不了机了，关机，直接打开，开不了机呢，电条板也有可能了，核心板也有可能，所以我们先确定一下故障范围，看一下到底是哪方面的问题啊。所有排线都拆掉，这是它的核心板，没有变形，没有弯曲啊，没有任何维修的痕迹，放一边。拿出来再说。我们拿一张我们好的核心板试一下啊，只用接一个电条板的排线就好了，别的可以不用接。直接开机，看一下啊。那听到没有？上它这个好的核心板没有任何问题的啊，机壁灯也亮了，关机。所以呢，确定故障范围在核心板。好，先把它机器收起来。核心板问题，我们先观察它的外观，把这个散热风扇取下来。这里还有 UV 胶，热风枪加热，取下来。我们把屏蔽罩子也揭开来看一下啊，一眼看过去干干净净、整整齐齐。这一边也打开看一下，能打开看。记得前一期的时候拍过一台 L3 无法开机的故障，但是那个呢是被同行兄弟修过了。这一次情况不一样，这一块没有被修过，没有被动过，它也不能开机了。老规矩啊，老规矩，我们先打一下它的对地阻值，几个供电的对地阻值，看有没有明显的短路。好，二级管档，红表笔接地，黑表笔去量几个大电杆啊，看有没有短路的。啊，这边30啊，正常的。这里有几个电容，这边也正常。这边是接地4啊，阻值低，但是正常啊，这是正常阻值，外围的正常。这边是接地的，300多，300多，300多。接地正常啊，200多。经过测量的话呢，并没有明显的短路啊。上电流表啊，看一下它跑的电流是什么样的电流。找到开机点位，焊一根开机键在这个位置。先把开机点位上吸，这个开机点位没焊过啊，所以要上吸。正极夹好，负极夹个螺丝柱。打开电流表。9伏2安，按下去啊，看一下它跑的什么电流啊，开机。0.4安，都已经跑得这么高了，但是这个电流它不跳变，这个电流有点奇怪啊，0.4安它不跳变，究竟是没跑完呢，还是说短路？不管那么多，我们拿出热成像啊，直接打开热成像看一看。应该跑到这个电流的话，肯定是有一部分在工作了，看哪里在工作，哪些地方。首先照过去啊，明显发热的位置在这里，把手拿开一下啊。哎，居然是这个内存颗粒呀，居然是内存颗粒发烫，该不会内存颗粒烧掉了吧？居然是这个内存颗粒在发烫，你看这块区域的温度明显高一些啊。反面我们也看一下啊，反面也有一个位置在发烫，就是这个区域了。我把手拿开，我先点中位置啊，它是这一片区域发烫，它不是说这里的某个零件。那反面相对应的就是内存颗粒啊，先关掉啊。
这个板看上去没有变形啊，没有受到撞击，也没有进水腐蚀的痕迹。就拆装检查了一下，居然内存颗粒会短路，这个就有点离谱啊。照理来说，这个内存颗粒在这个地方，它屏蔽罩子估计都没揭开过，它弄外面，弄哪个地方能够弄到内存呢？老规矩，我们还是来打开这个点位图看一下。打开点位图，我们刚刚看到的是这一个内存颗粒发烫。那这一个内存颗粒发烫，那是不是代表这个内存颗粒就坏了、烧掉了呢？还真不一定。我们要具体来分析一下它的这个电路。首先，我们要找到给这个内存颗粒供电的几个点位。怎么去找？其实很简单啊，因为在板上面给这些芯片供电的也就那几个电感，先从电感开始找起，我们一个一个找，先找那个离内存颗粒最近的一个电感，比如这边它就是个电感，我们点一下，这个是负责给相机供电的啊，跟内存没有关系。这个电感呢，跟内存也没有关系。反面啊，我们再看反面啊，随便点一个。这个是给 CPU 供电的电感啊，这个也是 CPU 的。这一个的话，我看一下，这一个的话，看着啊，这个的话，这个电感的后极应该是有接一个限流电阻啊，直接通到这两边的内存颗粒，是给这个内存颗粒供电的。继续找啊，好，找到了啊。这一个电感，它既给相机供电，又给这个内存颗粒供电。这边这个呢，是这个电感。那我们来实际测量一下这个电感它的对地阻值，看一下到底是多少。对应刚刚的点位图，刚刚我们查到给那个内存颗粒供电的电感点位图当中，它是这一个位置啊，大家看啊，就是我黑表笔戳的这个电感啊，就是这个位置。对地阻值是222，这个阻值看上去应该也没啥问题。先不管它是不是有问题，我们拿出一块正常的核心板，看一下它的对地阻值应该是多少。核心板看一下，刚刚那个电感对地阻值应该是多少才对？这个对地阻值基本上是一样的啊。关于修这个问题我中间也问了一下这个同行兄弟啊，他是这样跟我说的，他想修云台，然后呢，在修云台之前，先试一下这个机器能不能开机。按下开机键之后啊，他发现没反应，他以为哪里排线没扣好，在观察的时候呢，就发现啊，云台排线那个位置是断开的，已经断裂了。于是呢，他把那个云台排线把它拔掉扔一边去，然后再开机也是不能开，大概是这么个情况。云台排线的话是在这个位置，而这个内存颗粒在反面的这个位置，照理来说应该是没什么关系才对啊。看回点位图，这个电感呢是直接给内存颗粒供电，我们查了一下，对比一下好板，对地阻值它们是一样的，没有问题。还有一个电感，它也是给内存颗粒供电，量了一下啊，它的阻值呢也是一样的，阻值也是没有问题。结合客户说的啊，他说他拔过一下这个云台排线，在这个位置，他拔过一下排线之后才不能开机的，当时那个排线处于一个断裂的状态。那跟这个又有什么关系呢？因为云台排线就这几个引脚跟内存颗粒还隔得还挺远的，但是我们来看一下能不能找到它们之间的关系，看一下它这个云台排线的座子的供电，它无非就是信号引脚、信号还有供电。信号可能直接通那个 CPU， 供电的话也是通电感，一样的道理。查一下，首先查到的是这三路应该就是供电了，通往一个3极管，这个应该是个供电。这个灰色的部分呢是接地，我们就不看了。再看这边。这边的话，通往反面这个地方呢是一个电感，直接相通。再点一下，这个就是它的供电，它是通往了这一个电感。然后再看一下它还有跟哪些元器件相通。这边有几个电容，还有4个4角的管子。这个是一个莫斯管啊，这个叫复合莫斯管啊，也就是2个莫斯管组成的一个也算是一个芯片。再来看一下内存，对比一下内存的它的供电，内存的供电。
首先是这一个电感，再查一下这个下面，我记得还有一个电感，还有这个电感。这个电感的话呢，也是直接通往这个内存颗粒。观察当中，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这个云台排线供电与这个内存颗粒供电，它们共同用到了一个芯片，是哪一个？看点位图，兄弟们猜一下。我来揭晓答案啊，也就是这一个。我鼠标画圈的这一个，这个呢也可以叫它芯片也没有问题啊，因为它是2个莫斯管组成的一个复合莫斯管，所以它相当于一个芯片的作用。云台排线供电也是靠它，然后内存颗粒供电也是靠它。那有没有一种可能，这个复合莫斯管它部分功能损坏了，或者它短路了，导致这个内存颗粒发烫，内部短路，完全是有可能。把这个莫斯管给它换掉。If you want to buy drones, action cameras, or repair parts, you can enter the website address jangyao.com into your browser to enter the store. All kinds of parts, cameras, and drones are here. Enter the discount code JANGYAO at checkout for a hidden bonus. 刚刚我们通过分析这个点位，发现了这个客户他最后一步操作扣云台排线，也就是这个云台排线这个座子与反面的内存颗粒的供电，其实它有一个共同的一个芯片，也就是说我镊子现在所指的这一个，从点位图上面看它的引脚啊，它属于一个复合莫斯管，它的问题导致了内存颗粒发烫，而不是说内存颗粒本身坏了。现在直接把它拆掉。拆这种莫斯管跟拆那种小芯片一样的，高温快拆快装。温度的话我们给到400，风速的话70多啊，都没问题。好，拿掉，从料板上面拆一个一样的芯片下来。好，拿下来。吹到一半可以给它加点汗油。换好了，等它冷却，看一下电流，看现在能不能跑了啊。好，按下开机键，看一下能不能跑起来啊。开机，轻松秒杀。关掉，开机线给它拆掉啊，直接装机测试，上机测试。A few minutes later， 这里有一个报错，飞机倾斜角度过大，相机未标定。哎，怎么没图传的嘞？不要慌，它这个机器本来其他地方就有问题啊，包括这个机臂断的，包括这个云台啊，本来就有问题。他说只要我修到能开机，别的地方他自己搞定。那现在这样子啊，为了确保我的核心板是修好的，拿一个我们自己的好的云台相机总成啊装上去试一下。啊，云台在动了啊，刚刚用它的云台没有一点反应了，现在在动了。图传画面出来了，看到没有？看一下报错，现在就是相机未标定了，云台数据不匹配，这个正常，因为是用的我的云台相机总成，所以会有这个报错，所以是正常的啊。OK 的啊，没问题，变焦。OK 啊，打奖。OK， 避障也没问题啊，都正常，轻松秒杀。这台机器修好了，可能有很多兄弟还是一脸懵啊，并不知道它坏的真正原因是什么。现在修完之后呢，跟大家稍微的来解释一下这个问题。首先呢，它这个外观外表看不出有明显的烧毁的痕迹，并且也没有修过，也没有进过水，只是说这个同行兄弟拆装过之后才出现过的这个问题。我个人的猜测，它是在扣那个云台排线的时候，它不是说云台排线断了吗？刚好断掉的部分呢，有一部分是接地，有一部分是供电。断掉的横切面的地方啊，它已经是导电了，可能瞬间搭到了一起，搭到一起的一瞬间，大电流冲进了核心板，到达的就是那个莫斯管那里。它是一个复合莫斯管，这个莫斯管呢，它并没有完全坏，它可能其中有一路莫斯管坏掉了，坏掉之后大电流直接冲向了内存颗粒，导致内存颗粒严重发烫。你用万用表去测不出来，原因很简单，因为它并没有完全坏，所以你去测对地阻值的时候，你测出来的阻值好像都正常。所以这个时候啊，你要通过分析电路去
找出这个问题。我打比方，其实莫氏管的原理呢，其实它就是一个开关管、开关控制管，它复合莫氏管就相当于2个开关控制管集成在一起，其中一路开关控制管由于受到大电流的冲击，它不受控了，本来它还能控制通断的嘛，它不受控了，直接大电流涌向了内存颗粒。好在这个内存颗粒的质量还算可以啊，它扛住了这一波压力啊，所以内存颗粒并没有损坏，坏的是莫氏管本身，大概是这个样子啊。这个机器大家觉得我收多少钱合适？视频制作不易，感谢大家，希望一键3连，感谢。